赖清德说你们这些在野党不审预算，是我们宪政史上最荒谬的哦，因为2026年、2027年你们要一起审啊。哦，2026你现在才开始审啊，4月才大家协调说要审啊，那现在没审完呢，对不对？现在是2027马上来了，要一起审吗？宪政史上最荒谬吗？哦，但是媒体也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僵局呢？你赖政府是不是始作俑者？当然，对你现在3读不过他就。我已经碰到一些委员了，当然不是科委员了。有的委员跟我讲说，我现在当委员真的很无聊，为什么？他很辛苦哎，现在在立法院开会很辛苦哎，又不休会，1年这样开哦，然后呢不附属，对不对？然后公布，好不容易通过的3读法律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那你都通过法律干什么呢？哦，只有你高兴你才附属公布，你不高兴就不附属公布。那我们审了半天预算干嘛呢？审了半天法案干嘛呢？这变成这样哈，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造成是宪政僵局？那你赖清德不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吗？啊，所以呢，赖清德平常是不太吐口，就不太讲话，现在就吐口就2年预算一起审，怎么审？哦，但他们说国民党就说明年预算8月才会来嘛，8月之前。2026年的预算已经审完了嘛，理论上应该审完，8月会有新的预算，不是现在预算就来嘛啊，所以我们国民党就说你违宪违法，我才会搞成这样子啊，彼此互骂啊，然后呢，赖清德谈无人机，越谈越激动，连喊3次，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啊，无人机很重要啊，为什么都不给我们无人机的预算被删啊？所以呢，政党竞争不能牺牲国家，现在你看现在打仗，无人机多重要，只有道理哈。那这样的话哈，那个国防预算干脆都编无人机算了，你很多武器都不用买，没有用，真的没用啊！你搞那个潜水艇干嘛？你现在觉得有用吗？这次打仗，你看看俄乌战争，或是这个伊朗战争，有用到什么水底的什么东西吗？也真的用到什么伟大的飞机啊，什么飞弹都不多啊。无人机，昨天那个阿帕奇也是无人机把它打下来的，无人机几个钱啊？阿帕奇几个钱啊？这才真的叫部队政战争嘛！好，所以真的，我是大概5、6年前在我们节目就提倡说发展无人机的，但是还有人笑我说啊，这么一大堆。我说以台湾的 AI 的基础，台湾的科技，这个是最适合的，好吧？赖清德要挺无人机国家队，但是问题是，虽然这次预算看起来，但是已经通过不少无人机的预算了853哦，在不同的机构也有，你把成绩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到底做了什么？哦。张瑞贤说，在野党又要发展无人机，又砍无人机的预算，那么在野党搞什么？等等，请他们在野党解释一下哈。黄国昌说，你这是赖清德带头认知作战嘛，对不对？过去几年已经有几百亿的无人机预算，那都钱到什么地方去？你做出什么成绩？如果民进党政府拿出来说，我已经这个部会编300亿，那个部会编200亿，我们做出很多成绩，那很好啊，在这个成绩上继续发展。那到底已经花的钱做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提出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6年为期，总经费442亿元，中央政府总预算可能还会一拖再拖。我就真的搞不清楚，我不知道未来立法院要怎么审预算呢？2026年的预算跟2027年的预算要一起审吗？啊，真的要创下中华民国宪政施行以来最荒谬的情况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我不会放弃啊！我不会放弃，因为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啊！我不会放弃。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继续努力。那这人到底怎样？我觉得赖总统他当过立委，他应该很清楚我们的预算的一个使用啊。一般来说，一般性的预算、常年的预算都是可以照常来使用，只有新兴计划。然后新兴计划当中，我们又通过的773亿，像 TPAS， 还有大家最关切的，也都让他去做啊。所以说，根本完全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这个完全，因为你没有审预算，没有影响到施政。而且他所讲的无人机，我必须要在2021年的时候，民进党就已经推动，那时候是6项核心产业计划就包括无人机，然后2022年的时候，我要提醒一下，还成立了无人机的这个办公室，好不好？从过去到现在5年当中，已经给了853亿啊，853亿，怎么可能说没有钱做无人机呢？853亿，是不是要先交代一下这853亿现在目前放在什么地方？总要先交代一下嘛。我也非常没有，目前为止就叫他要拿出来啊。所以说呢，你必须要先交代清楚，无人机朝野每个人都赞同，都要以
台中来说，今天江启臣还在骂说，为什么他们只能够做一个配角，只能做一些零件？那高雄来说，跟我们的产业链环环相扣嘛。要选市长的人，谁都希望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落脚在我们自己所属的一个区域，所以没有人反对。但是你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都是立法委员的一个角色，就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853亿要不要交代一下？还有呢，过去来说，你也被发现有非常多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里面，看到很多绿油油的影子啊。过去是搞光电，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无人机的一个产业，这点你是不是也要交代一下？还有呢，很多时候你不要忘记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审计部不是我们，是民进党下面的审计部就曾经就提出来一个嘛，产发署在这个对于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当中，产发署就已经纠正一条，一个业者他同样拿了一个中科院的钱，但是呢又拿到双重的一个补助，那这些事情都是在发展无人机事业当中，你必须要一点一滴去厘清的，所以我才说。我们没有要挡无人机的预算，但是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1.25兆当中，你把一些真的是可以放在常态性预算、一般性预算当中都给你的，我们没有意见。9500多亿，你是不是在明年审的时候，你可以把无人机这个预算好好的把比重加深？在野党不会有人反对啊。我们今天只是在预算的配比上面，我们不认为它应该放在所谓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预算当中。我们认为，既然要发展，而且常年都要发展，而且从2021年就已经开始发展，那时候就是放在一般性预算当中吗？有任何问题吗？也给了853亿吗？有任何问题吗？怎么突然今天一变？全部你如果没有放在特别预算，就表示我们党国防，这个逻辑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我最后还是要提到赖总统，真的，你这个每次都骂蓝白毁宪乱政，你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所通过的3读，包括给军人的加薪、这个警消的这个等等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权益，都已经3读通过，你是不附属，你完全是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宪法所赋予的权责放在这个地方，你现在有什么好资格来说我们在野党在毁宪乱政？那玉秀秘书长，我觉得赖总统在自我介绍，他彼此讲的就是自己啊。史上台湾史上宪政史上最大的荒谬就是赖清德啊，别的不讲，光讲无人机。请问举国上下谁反对无人机的？那800多亿，我几次在节目上讲，后几张纸，那3张纸的都被罢归业啊。你无人机园区不是在嘉义吗？国土署、内政部、教育部买到自己不晓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那请问成效在哪里？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公开讲，新潮流的钟嘉宾委员，你提那个什么条例，无人机特别条例，那以后机器狗要不要特别条例，对不对？可以，因为要发展无人机，所以不用公开招标，不用管举债上限，然后呢，经国会同意，还5年5500亿，你是跨立委任期呢？你跨立委任期，你去决定下一届新的民意要怎么去审这个预算，有人这样干哦？总统，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你的荒谬是讲你自己你怎么会是讲在野党啊？在野党支持你我们不是美国美国政府是会关门的。刚刚委员讲得那么清楚了，给你的预算欲拒还迎被他们嘞啊！你不是还在当总统吗？总统府有关门吗？没有关门无人机为什么要这样搞？不要这样情绪勒索。我们审这个很强的既视感啊！去年在审军购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在做核管法修正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在做核三研议公投也这样吗？对不对？一讲护国神山，你怎么不去讲晶片？川普讲我们是小偷，你一句话也不吭，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荒谬。昨天钟嘉宾干什么事？政党协商，照惯例，委员就知道，除了3长是不可以进到那个房间去的。钟嘉宾就贼头贼脑在那里看，最后是被傅昆萁总召跟韩院长报告说，请你出去。理由我觉得很客观。上一次罗廷伟委员，他为了自己的案子心急，要进那个协商的会场，也是被中国国民党党团、被韩院长自己请出去说对不起，你不可以在这里，对不对？请新潮流同一套的标准，你是刚答应上面回啦，为什么急成这样啊？没有人反对呢，谁敢反对无人机？我们想问的是说，你一只手指头都指别人，4只手指头像自己嘛，对不对？我倒要问总统，总统你那么关心，我想问总统。你的好朋友乃公现在找到了没有？你应该跟我们讲一下，你政治生命保证的一个在中国晃来晃去，一个现在找不到人嘛，对不对？我觉得总统不要这样了，又开始了，我不会放弃，谁叫你放弃的？谁叫你放弃的？你连赖皮料都不放弃，你来放弃这个？林议员常讲，已经这个也是我们的前辈，人的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跟总统讲，如果你是这种性格我跟你讲你永无宁日，这是国家的灾难。肖总，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赖清德他反正就要认为互斗，然后跟他的支持者交代啊。那无人机他就拿出来讲。其实我最近看一个案子非常气愤啊，我们的检察总长徐翔是被立法院否定，他特地把他找来，你来代理，你被立法院否定，全世界没有这样干的啦。好，那我比你立法院大，你立法院把我的人否决，我照样派他，他岂有此理？我们现在监察院是代理的院长，司法院也是代理的院长，我们现在整个国已经不成国了，大家看是不是一个这样情况？赖清德就是大家刚提的那些法案，我们现任的立委大家都很生气，这怎么立法院通过？你可以不附属，对不对？不发布，完全搞这一套对抗，他认为对抗对他是有效的，但是其实老百姓他其实是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啊。我有时候看就是说他现在把无人机，我告诉你，无人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分好了啦。大家都分好，你们绝对不准删呐，谁删我就用这个来玩你，就说你们要挡经购，用那种概念嘛。那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教育部的足球无人机为什么比别人贵6.6倍？这上个礼拜就提出了，现在没有人有答案呐。你应该告诉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买的比别人贵？美国同样的价钱，对不对？跟台湾卖的价钱它是不一样，怎么差那么差6.6倍？所以你今天所有的无人机，不止我们在军事上，当然在军事上无人机是很重要了，因为你即使被打下来也不会受伤嘛。你知道，伊朗的战争，美国损失了多少死神无人机？已经24架了，被打下来24架，全世界公认最厉害的都被打下来了。所以无人机它是日新月异，为什么打得下来？过去很厉害啊，他们过去用死神无人机去刺杀伊朗的第2号领袖苏莱曼尼，我们要买4架。对，我们买的那个还是不能攻击的，是只有侦测，很贵哦，我们很贵哦。开始说6亿美金4架，一架1亿美金，后来稍微降一点，还是很贵。是啊，买全世界最贵。所以你今天你要讲我们自己发展或怎么样，但是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们已经都谈好了。你看美国商会什么时候在谈这个武器？韩鲁伯公开讲，我们要跟你无人机合作。那美国的国会议员、厂商都来了，再跟你谈无人机合作。所以他这个调子，我自己的感觉很清楚了。台湾就帮我们美国做代工，高科技的我们来你们就以后就少做这些研发了啦。现在台湾谁在谈？我们台湾现在最厉害的无人机军事无人机是中科院在做，叫腾云叫建翔。现在谁在谈这个？没有了。现在都已经几乎就那种快要放弃的那种感觉，预算越变越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最高科技的无人机吧？绝对有，我们的晶片这么发达，这么厉害。可是如果你往这一方面讲，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感觉，这些人都已经分配好了，你们谁在那个，那我赖总统就要出来，我绝不放弃。我有时候觉得他其实是很悲愤，这个悲愤为什么有人会给大家这样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说我们这些都已经分配好了，那怎么还会可以被反对呢？我告诉你民进党过去捞钱的方式是靠利电，这一届赖清德靠的就是经购，我跟你保证，绝对是很多人大家都讲好了，要不然不会显现出那种悲愤的神情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我们国科会大概驻捷克有人员派着，我们这个外管不是只有外交部，各单位可能都有人去哈。说呢，这个有传出霸凌的事情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组长说这个被控诉说霸凌哈。那国科会说他们会立即来调查啊。那另外呢，台北市我觉得这个严重了。小董以前跑台北市新闻，说台北市公务员缺额8000人呢。我以前当议员的时候，很多人来请托，希望调到台北市来，而且老师很多希望说，哎呀，新北市政府也缺人也是新北也缺人。然后那时候我讲说，以前呢，他们都喜欢到台北来，因为这边环境好啊，教育啊，子女的教育比较好哈。
现在说大家都要多调走，真的不要在台北。高雄都说请把我从新北调回来，对，很多人都这样，压力没有多大，真的。所以台北，我刚才说缺8，我说你们查一次，是全国缺8000还是台北？他们说台北是缺8000，新北当然也不会少，因为新北市本来编制就更大嘛哈。那所以沈伯洋说要减压提舞政策，蒋万说很多都在做了了，你不知道我们都已经在做了哈。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了哈，就是我们的公务员制度或者我们的雇佣制度跟其他县市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比如美国，纽约很贵，纽约非常贵，但是他的人员的薪水就是高，对，因为他要根据他的物价区域、物价、生活条件，他要调整。我们大概都一样吧？我们有调了，调一点点嘛14次啦，从小英到赖总统这样调14次。我就说都市的加给应该没有什么有差那么多，没有那么差。台北市，比如假如说台北市房租比别人贵3倍，它的房屋今天有多3倍吗？绝对没有嘛，没有，因为我们要讲齐头的，台湾就讲齐头的平等，大家平等就好。所以你调到那个很昂贵的都市里面，你薪水也没有增加多少，他干嘛呢？那干脆不要在这边做了嘛，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讲实话，再怎么减压，还不如说按照不同的生活的这个指数，然后给他调整薪水比较重要了哈。港湖的议员陈光安就说：“那你一直讲说要减压，结果呢，你也根本不关心什么霸凌事件嘛？哦，以前有事情你也不关心，哦，还讲说蒋万安没照顾公务员哦，所以当时说你沈伯洋咨询，你只咨询那个什么一中原则啦，联合国啦，不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啦，什么柯麦隆事件啦，哦，至于呢其他事情你也不关心哦，所以呢，这个沈伯洋说。”你因为蓝营一直打沈伯洋，你不是抗中保台、抗中保台，你跑到台北市选什么市长？沈伯洋说我们是选市长，市政层级不会讲到中国了，好说不会讲到什么抗中保台，跟这无关了哈。来，那个怡珍怎么看？其实沈伯洋他提出这个公务员减压的5方向哈，其实沈伯洋很简单，也不用提什么5方向，他做一件事情呢，就会达到这样子的公务员减压，就是他停止对台北市市政府公务员的抹黑，那这样公务员呢就不会需要加班啊、发新闻稿啊，去捍卫自己的清白。所以现在的事实呢，就是沈伯洋打人的喊救人哈。你看，光这个陈冠安就翻出沈伯洋呢担任立法委员，但是对外交部、对劳动部的这个相关的霸凌从未质询，没有任何的关心。那再来呢，沈伯洋如何去打压、去弄这些公务员呢？他在2个多月前，他批评所谓的这个双城论坛是渗透破口，但现在呢，你也看不出来说，到底这个渗透在哪里？哦，破口在哪里？那很多时候是造成渗透的破口，很多时候是哪些时候？现在已经过了63天，所以你看到台北市政府它有所谓的大陆小组，它不断的去说明，然后去要求这个沈伯洋，你是不是你讲错了，你就要道歉？你身为市长候选人，你也要有一个明明白白的态度。那再过来，最近大家在讨论的台北大纵走，沈伯洋说呢，这个台北大纵走在蒋万安市府的时候没有任何进度，所以很多的这个不实指控呢，让这个大地处呢，他去假日的时候去发稿驳斥，因为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就是这样嘛，你有一些不实的指控，你有一些为了选举而去操弄的这些语言，我明明有做的，你把我讲成这样，我当然要讲说我做了什么。所以沈伯洋对市政府这样子的态度，他其实不要再那么多的批评，不要再那么多的恶意抹黑，他少做恶，其实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就会好好的减压了。嘉玲，新北到底少多少公务员啊？他为什么新北其实29个乡镇市29区了，现在差异也蛮大的。我觉得其实新北也真的各局处，包括水利局、公务局、交通局这些局处，对啊，消防跟警察更是缺啦。那个消防跟警察的体制会牵扯到当初考试报考的人的数量啊，到他们很多就是说我到台北或分发到台北或新北，但是呢，他只要符合资格，他就要往南部调，压力比较小。好，那在台北或新北，其实面临到一样的状况，就是说民意的要求很高、很及时，所以呢，这些公务同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常常假日我不敢跟我打电话过去，我都要一种拍谁哦，你在休困哈，咖喱交叉，拜托你一下这样子哈。所以其实公务同仁是非常辛苦，那民意的压力大。第二个呢，及时要求，及时回复的效率要很高，好。那第三个 EQ 也要很好。有时候我们在地方会刊，你看怡珍都在笑，我们在地方在办会刊，在做一些政策的协调的时候，常常也会遇到一些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事情。所以呢，常常你不是这个直系呀，这个直系你要来补这个缺啦。
好，那科长也会缺很久，好，股长先代理，股长代理的时候也哇哇叫，还没代理完他就说我要请调了，所以呢还有很多就说啊我要调到中央去，像交通局前阵子就跟我说，议员你知道吗？我们一公布大家都高升，高升很好啊，到中央去，对啊，那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交通局就缺人了，就是这样态了哈。那我是觉得说，无论是沈伯洋也好，或是蒋万安也好，只要是对我们公务人员体恤的措施或相关的政见，我觉得都要肯定啦。毕竟他看到我们第一线公务人员的状况的问题，不过这也牵扯到跟民间企业的竞争的状况。很多的公务同仁，特别是土木直系的哈，他一样在公务局做，他倒不如到外面的公司做，他薪水还比较高啊，也不用到议会备问，也不用半夜准备资料。我听说我刚看资料，还有说什么台北市的公务人员还要帮议员写论文，太夸张了。如果在新北早就被刁死了，对不对？哈啊，所以现在的世界已经是透明的，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哈。所以公务同仁是非常辛苦。不过那个赵大哥，我想回应一下刚刚这个在讲这个无人机啦。其实无人机产业，我们到现在已经整个台湾大概有129亿的产值，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希望到400亿的产值。所以这几年编列的相关的预算，也希望大家支持。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都觉得说应该要支持，那我们就总预算赶快让它通过啊，那要行政院拿出实际的成绩来。因为那天赖清德总统他是在对这个无人机联盟发表相关的言论嘛，站在他们立场讲话，我觉得无可厚非啦。不过我要再讲，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个产值，我们有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飞鸿供应链非常的火红哈，所以飞鸿供应链，我们在这个契机下面，真的希望朝野各党要来支持我们这样的总预算，赶快让无人机产业可以赶快起飞。小董，你跑过市政府跑那么久，其实因为台北市最主要就是房价高，贵了，对，生活薪水贵，薪水一样。我们现在在中华民国来讲除了说外岛的军人有加级的加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你驻在国不一样，所以我们欧洲那些国家的代表薪水比总统还高，比我们中华民国总统还高你看谢志伟他们都很爽啊，领的钱比总统高。我们总统一个月多少？40几万，46、7万而已嘛，他们都50几万嘛，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你要因地制宜，你刚讲这个东西，我是非常相信而且我非常赞同过去其实这几年，包括蒋万安都提了，我们首都应该有首都加级因为这边的勤务很大。你看警察你时候抗争，立法院总统府前面，你这警察就很多就没办法正常休假，他没办法去陪小孩，然后家人到这里来，开销又大，对不对？小孩人家都在补习，你不去补习，你哪有那个薪水？一个警察薪水最高也不过一般严谨来讲，在7、8万都已经算很高了，对不对？那你做下来的话，怎么应付得来？所以他提这些东西是有道理，但是人家会讲说，你台北凭什么？那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到了那种差距啊。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双北的困扰都一样？你记得那时候太阳花？那些警察辛苦到不得了跟那些学生抗争到最后，黄养宁一个人被告几个案子，46个案子就一个太阳花事件，他被告46个案子。本来蒋万安要让他当台北市警察局长，刘世芳欺负蒋万安嘛，你勾了我不同意，我要李希和。2个人都不错了，但是你这就故意羞辱人家。民进党是毫无诚信，只在对抗的，从来没有干这样的。那我觉得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了，就在整个台北或新北这些，尤其是这些都会区，事情就会明显就多很多。譬如说你现在要讲，现在警察最大的勤务是什么？抓毒驾，每天就是毒驾。那个很危险而且对，真的很危险。连那个乡下的警察首长都自己到上场去，还被人家撞断腿。我们新北那是乡下，对不对？对啊，那埔盐，所以你其实大家都有这么高的危险性，民进党还给警察，还有我们在推警消、海巡，你这些给他退休时候给他让他有点保障的所得替代，你也不肯。你现在可以顺水要说这法律通过，我愿意给嘛。那最浅显的例子是什么？刚以修提到了核管法，核管法让民进党全党抗争，现在赖清德说，我依据立法院的核管法，我要重启核3、核2。各位你看到了，那没关系啊，蓝白被你吃豆腐没关系，对台湾有好处，我觉得这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谈到了这一部分，就是你要真正的解决问题，就把它因地制宜的
策略还有方法把它拿出来，要不然接下来的公务人员，他即使真的在这个地方干，他也没有士气，他每天为自己家庭的事情在烦恼，为这么高的房租伤脑筋，那你要他如何好好的去执行他的业务呢？不过刚刚小董提到这个毒驾啊，以前酒驾很严重，现在毒驾，我蛮赞同这个李佳彤，他就传了一篇东西给我，他说毒驾是很严重。要找他幕后背后的原因嘛？当然，你那个背后里面不把他找到，你光在路上抓，你能不抓死你也抓不够啊？对啊，对不对？源头要管。源头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这毒品哪里来的？对。哦，然后这些毒驾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哦，是不是弱势的比较多？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你在你怎么抓，真的很危险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环保署，我就讲嘛，我说他们不是在路上就检查摩托车、汽车排放黑烟，我说你检查死，我把中油董事长、总经理找来，我说你的油品给我改善了，你从源头开始改善，你排放就不会那么污染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打蛇打7寸。擒贼要擒王，你那个上面抓起来才能解决下面问题，否则你在那抓死哈，我看都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就回来。好，到底三重要怎么念呢？沙点波哦，有不同的哈。其实还有2重啊，其实还有哈。那李顺就很气，因为他讲三重就被人家讲说哦，你都不懂3重，要讲3重谱才可以。他说赖清德也可以这样讲啊，数字上也讲，我都是讲3重，为什么他们讲就可以，我讲就不可以呢？选举哦，不用选到这样了哦。他说我讲的真的切西郎，我讲了60几年的台语。说实在的，台语就是我的母语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能讲3重呢？哦，那好吧，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江宜臻哦，江宜臻下一步引起关注。他昨天突然说不选新北市议员了，他选应该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的。那他说他要发这个不选的手都有点发抖，是这样，是要选不选还是怎样？到底怎么还是觉得，哎呀哈，到底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所以下一步是怎么样？有人说他可能到李四川的这个团队去，他昨天说不知道他要不要我，人家李四川今天就表态了，如果他有意愿，欢迎来我们的竞选办事处办公室哈。那另外呢，他有可能选2028的立委啊。那另外呢，我们看苏巧慧跟李四川民调 TVS 做呢是差6.2个百分点了。吴子嘉就说为什么？说因为呢。苏巧慧现在沦为他的say喊，我吓一跳，谁的say喊呢？说变成沈伯洋的say喊哦，你变成沈伯洋say喊就不行了哦。沈伯洋呢，这个曝光率是高了，但是你不能够这个，因为沈伯洋要当选的几率实在是很低的哦，不像这个苏巧慧跟李四川民调其实并没有差那么远哦，所以呢，在这块你一天天去跟这个沈伯洋合照啊，跟沈伯洋合体的呢。可能就影响到你自己哈，我们看一下。是3重啊，是沙丁波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干脆3重碰头。礼貌握手，没有太多交流。两人出席在先嗇宫举办的新北市中药商业同业公会80周年庆，正兼国民党副主席的先嗇宫董事长李乾隆，两边都顾及。祝福2位候选人呢，在参选过程里面哦，大家和和气气。能够选务顺利，而蓝绿小鸡紧跟着自家母鸡，但双方才因为3重台语读音吵不停。李四川呼吁请苏巧慧回头是岸，放下负面的选举手段。我们就是一直朝着正面愿景这样的态度在努力。那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我们就持续保持这样正面希望的态度。我讲60几年的台语大概。这60几年来被质疑的是我的台湾国语，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也咧抹黑，袂使讲因为选举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因讲就会使，我讲就袂使。见面礼貌互动，实则互别苗头。
这个李四川参选哈，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沙盘推演，就想说，哎呀，这个可能会被攻击什么，攻击那个，攻击那个，真的没有想到台语会被攻击哈，因为台语就是李四川的母语哈，他从小讲到大。那我们也发现这个三重到底怎么发音，其实李四川讲的跟赖清德跟苏贞昌讲的都是一样的。哎，怎么赖清德讲、苏贞昌讲都可以哦，都是在新北市讲都可以啊，只有李四川错哦，所以选举呢，真的不能选到没有是非哈。所以现在呢，哎，为什么李四川被这样子评价、被这样解释？因为呢，李四川现在是候选人。那回过头来，民进党非要去挑说这个三重到底要怎么发音哈，只有某一种发音哈，桑迪波才是正确的。我觉得这倒是民进党的一个沙文主义啊。哎，为什么就只有民进党认定的台语版本才是最纯正、才是最正确的呢？台语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腔调，更不用说，你看客语在哪里？我今天就有听到说，哎，为什么不能讲客语啊？我们客语的朋友有时候也被说，哎，怎么好像都只能讲台语？新北市可是有67万的客家人，也有6.5万的原住民，所以你不能只以台语哦，而且只有你民进党的这个版本的台语才是最纯正的。那我觉得民进党今天打这个点呢，其实我们国民党还认为说，民进党真的着急了，因为呢，这个我们议会委托 TVBS 做的这个民调呢，民调一出来，发现李四川连三重都赢。三重呢是传统的绿区，这个基本盘是偏绿的，民进党的议员也是占多数的，但是呢，李四川居然连三重都赢过民进党提名的苏巧慧，所以呢就很急忙的把这个李四川这个三重的台语讲得不好，赶紧呢搬上台面来，试图挽回自己的局面。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民调呢，其实从春天以来，李四川是在3月11号正式的投入新北市长的选举后，他从春天以来，在包含我们蓝白河这个新北市长的过程之中呢，就已经是领先了6%。那到目前6月的时候呢，现在也是领先6%哈。那所以目前已经是稳定领先，那看好度也是领先。那几个交叉分析也非常有趣，包含像年轻族群是支持李四川的，偏绿的选区，包含像三重，他也是支持李四川的。民众党的朋友大部分7%也是支持李四川，高学历也是支持李四川。当然，我们有非常多还需要进步的空间哈，这个部分在交叉分析也都可以看到。那关于我的部分，当然就是真的是说实在是非常挣扎的。为什么不行？想了多久？有非常多的一些考量哈。那就像赵先生讲的，我那一篇其实写了好一阵子哈，但特别是讲就是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你每一件事情也许只是5-6个字，但是每件事情你就会去回想到，就是说我比方说接到民众陈情，跟市府讨论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困难，会刊开会，然后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变成具体的政见落实。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很多的考量，既然下定决心，其实就是会往前走。那接下来，其实我会把这个议员的任期很认真的做完，因为大概还有200多天跟侯友宜市府一起毕业。那辅选李四川也当然是二话不说的不管在哪个位置上，新北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部分，李四川能不能够接下侯友宜的棒子，对于2026、对于2028都是非常指标性的选举，所以希望可以协助在野联盟在2026的时候大家获胜。没有，我觉得这份民调里面，T台的民调，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觉得宜珍她应该未来的路会越来越宽广啊，因为2年的议员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好，2任了，做2任了啊。对啊，这点，所以他也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民调也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怕选不上等等之类，这不是他的问题。我想，对他一定选上，所以一定是有不同的这个更好的这个职涯的选择等着他。我们给他非常大的祝福。那讲到 T 台的民调我真的觉得，现在目前来说的话，T 台民调大家不要忘记，他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他几乎在所有的民调单位当中，这是前3的，大概只有误差只有3%。可是放到我高雄来的时候呢，你看他今天是议会委托，然后轮到我到高雄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对手差了0.6，他们不讨论这个0.6到底是如何，完全在锁定说柯真自产自销，然后柯真骗人。这个选举到的时候，候选人或是政党委托民调机构来去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你应该重点放在 T 台民调到底可不可信？他们完全是忽略了 T 台过去20几年来 ，T 台不会为了我一个柯真，然后就改变他的数据，他不可能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不讨论 T 台的这个民调跟过去他们包括他们自己绿营在初选，或包括他们所委托的这些民调，我都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的不会用科学来数据来说话。
过去10年来，哪些民调在选举之前发布过，然后你跟选举结果去做比对，你就知道谁准谁不准。然后你把一个很有公信的民调打成跟配合我来做自产自销，而不去面对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真的是没有招的，就像你常说，把这个三重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发音来当做是一个非常大的诅咒来打。我觉得选举打到现在目前为止才剩下180天，如果连这么小的细节都来打，我真的不敢想象到180天过程当中我们要承受多少这么多的抹黑跟扭曲。基本上我来说明一下哦，媒体有很多媒体会做民调，他们大概定期会做，比如 TVBS 也会做啊，比如说3个月做一个某个地方民调或等等之类。但是呢，候选人本身或是其他的机构也可以委托，比如有些时候政党的那个初选也委托不同的这个媒体啊来做民调啊，所以委托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是他自己做或是委托，他有一定的这个 SOP， 一定的程序要怎么样抽样哦，要抽多少样，然后误差到底多少，然后该怎么样做哦，那是一定的。媒体不会砸自己的脚，所以因为我接受委托了，我就对委托人好一点，没有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点。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其实我认为不管是 TVBS， 不管是这个联合报什么都一样的了，他有他自己的公信力，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竹北市长郑朝芳要去选新竹县长。哦，其实竹北市长是很好的，那个地方哇，那个所得、教育程度什么的，这是全台湾几乎最高的地方，哦。但是呢，所以到底他要不要去选新竹县长，我看也是犹豫过来犹豫过去，终于，哦，民进党的选队会一致通过，要他选新竹县长，哦。赖清德说好，他决定要走天堂路。天堂路什么意思？陆战队啊，结训的时候那个训练要走一条路，就很难走路，叫做天堂路。哦，所以呢也了解哦，说这条路也不好走，因为竹北市长他当时好不容易，当时竞选大概没有看好他选上了，就居然选上了哦。然后呢，这个黄国昌说没关系，现在呢既然民进党已经拍板郑朝芳了，所以呢蓝白有最强的铁三角哦。为什么这个新竹市对不对？新竹市这个高虹安。新竹县徐新营，然后呢，竹北又邱成远要选哦，所以这叫做铁三角，所以呢可以守住，不但守住新竹县、新竹市，还可以守住竹北啊。那另外呢，王世坚挺郑朝芳说呢，胜败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郑朝芳会赢啊。当然大家都要喊话了啊。那另外呢，桃园黄世杰，因为民进党推这个黄世杰出来选啊。那黄世杰的核心战将就是张兆良，说议员呢，居然设收贿，然后去铺违建，这是，你要会盖违建，通常也都不是那种非常强势的，非常哇说住豪宅不多了，已经其实都是算比较弱势，才多盖一点，多盖，还去跟他收贿，检方声押禁建，就是让他不能够去见别人了哈，等等哈。因为它是特定农业区上的一个非法违建仓库，不要被查，不要被报哦，等等哈，他去跟他收贿了哈。那这个詹江村议员就说呢，前法务部次长，因为黄世杰是前法务部次长来选桃园县长桃园市长，说是贪污犯的，居然用一个贪污犯的嫌犯来辅选他了哦，就是这个张兆良等于是贪污嫌犯，现在变成收贿嘛。被羁押禁见，居然来辅选法务部次长，这个不很讽刺吗？法务部次长照理讲是检察官是要起诉、要替国家执行公权力的，你怎么搞个贪污犯来辅选呢？哦，这个蛮讽刺的啊。另外，我觉得张景生最近常常发言，他说他去参加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他女主持人的爸爸问他说，为什么张景生最近讲话才能跟民进党好像有不同的意见？哦。那这个主持人就讲说，那不同意见有什么稀奇呢？张景生就说，如果民进党变成一言堂，就是一个政党衰败的开始。如果到那个时候，也不值得支持了。就是说，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本来很正常嘛。其实我讲实话，张景生讲不是只有民进党，每个党都是这样。都不容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就你有不同的意见，
哦，你就是要造成分裂，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就是不团结哦。所以呢，张景生说，民进党本来很早以前里面开会，对外面有时候不得不啦啊，但是在里面的时候各种意见都有啊。那我现在退休了，也不在位置上，为什么不能有不同意见呢？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呢？为什么这样就不支持民进党呢？我们看一下，他竞选新竹县县长，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拉平新竹县之间的城乡差距。以他过去的历练跟竹北市的经验，他会好好走完这一条天堂路。他的目标就整个新竹县能够蓬勃发展。我想竹北在过去这3年多来的城市治理，已经让竹北超越竹北。未来，我希望新竹县民授权给我，让新竹县真正超越新竹县，因为在竹北已经做到了，改变就在眼前。于秀兄，我想大概是这样哈。黄国昌主席提到的铁三角，好，整个应该是扩大到竹苗。我们谈新竹，好，有高虹安市长。那未来的徐熙颖县长，那再加上竹北，那我们现在推这个原本的副市长邱成元，好，那为什么重要？因为整个板块上来讲，它等于是奠基在2026一个好的基础上，在往2028迈进的时候，必须要整个城市守下来。那上一次其实刚刚这个邵文兄提到说，上一次竹北是郑朝方这个突围，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因为上一次其实是分裂。对，竹北其实分裂，它不该变成是郑朝方了。说实话，好，当然这是国民党朋友应该记忆犹新。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是林维洲嘛，是吧？对，维洲，然后再加上这个当时的这个整个新竹县府，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状况。所以现在上来看起来是应该要把竹北拿回来。好，然后再奠基在联合治理跟这个台湾民众党跟中国国民党合作上，能够把这一块守住，那整个竹苗才会稳定下来。好，那整个区块如果作为一个大后方，竹苗能够很稳定，整个在联军就有更大的力气可以挥军到高雄，像在柯政委员那里，就有更多的力气可以，我们把这里固住，那让所有的力量可以汇集到我们必须要攻城略地的地方。要给高雄市民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不只是看新竹，那竹苗其实就是一个重中之重，从钟东锦县长到未来的徐熙颖县长，然后到高虹安市长，那加上竹北的邱成元，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整块如果可以这样子，让这个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重镇能够维持一个好的治理，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希望。嘉玲。我想，竹北市长来参选新竹县长，这当然有他的原因啦哈。因为竹北它占的人口大概是22万人哈，新竹整个60万人，大概37%哈。那郑朝方因为他年轻，然后他的又是客家背景，又是郑永金的前县长的儿子哈。那所以呢，他的出现我并不意外，而且我觉得他是相当适合的人选哦。不过我要提醒，就是说这一战确实是不好战。要知道说之前徐熙颖跟国民党好。也是中间有一些过程嘛，哈。那但是呢，是不是郑朝方自己本身的特质能够，因为竹北毕竟是重中之重啦，赢了竹北，新竹大概就差不多抵定一半以上哈。所以对于国民党跟民众跟这个徐熙颖里面，他是不是能够整合，这恐怕是一个获胜的关键。好，那当然第一个关键是郑朝方个人的人格特质，还有他在竹北的成绩啦，我们是非常的期待。不过我在看说哈，这个刚余修不好意思，我赶紧吐槽一下哈。邱成元本来不是在中和要选立委嘛，选了4万多票人就跑掉了，然后现在要去选竹北，我是觉得说。民众党常犯一个错误，就是说，你如果确定要在地生根，你就应该要在那边。那你既然去没有错啦，你去代理了高虹安市长，那就近你也管理了，可能这个竹北也是比较近嘛哈，你可能就近，可是一样是好朋友啦，因为成员大家也是好朋友，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去生根，去了解地方，甚至呢代表在地的声音，好去反映一些事情，擘画出。准确新竹县需要的县政的未来，这恐怕是一个大问号。不是说你当过代理市长，你就能够当新竹县长。我想这个要回应一下哈。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布局当中，今天民进党中执会通过了哈，正式征召我们的郑朝方来担任我们新竹县的县长候选人。我们是拭目以待，也希望说各方团结哈，让客家的子弟、优秀的年轻人能够出现担任我们新竹县的县长。我觉得郑朝方当然
每次看到他，大家想到林志坚啊，那个样子非常的像。那我也知道他在竹北做了非常多非常软性、非常多文化教育的东西。但是你总觉得这件事情从过去到现在大概已经吵了3个多月了嘛，扭扭捏捏，到最后今天才拍板抵尽。那到底是他的人格特质没有办法就是犹豫不决，还是他背后所代表的3支最大的派系？彼此之间没有把事情统合得很好。那如果是3大派系，还有造成郑朝方不敢在第一时间，或者是马上大家一开始就锁定他，没有办法站出来的话，那他是不是会让人家怀疑，就是他背后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大人在这个里面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操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郑朝方完全是就被一个派系，还有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呢把它综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一局对郑朝方的出场来说的话，现在到6月了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真的是对他是不太有利了。那许信盈也是一个客家子弟哦，那我想他已经打破了这个跟陈建贤之间，当然还有必须要整合，因为这个初选每一个党派都是一样。我想他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跟陈建贤来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整合，然后能够把这个新竹县真的能够把它好好的把它赢下来。李真，这个好的人才呢，到哪里都可以发光吼，所以只要是为国家社会、为我们这块土地做事，所以我认为呢，包含像这个邱成远副市长，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他只要愿意为这块土地奉献的话，那当然呢，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候选人。那在这个新竹县市，就是呈现我们蓝白整合的一个趋势。竹北呢，其实不止邱成远，我们国民党现在也有4位的候选人来表态，我们当然也会跟这个蓝白，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推举所谓的参选人。但是绿营的这个参选做法，赖清德的提名就让人家看不懂啊。绿营自己也有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就直接是批评赖清德说，我看不懂啊，而且我看不下去啊。你找郑朝方去选这个必败的新竹县长，那你找这个庄敬诚明明是台中人，你去选新竹市长，所以这样的批评也不就是你去找一个台中人去选新竹市长，这是一样的啊。那郑朝方的态度更是暧昧，千呼万唤3催4请，其实也不止3个月，他大概从年初1月到过年到清明，现在要过端午节了。请问一下，民进党是觉得新竹是什么非常不值得的地方吗？这里薪资最高，学历平均最高，出生率也是数1数2，但到现在民进党在新竹县市推出这样的人，新竹县民、新竹市民真的能够服气吗？来，小董，其实新竹并不复杂，过去民党曾经执政过2次，范振中就做了8年，从民国78年做8年，那时候的国民党势力是都强啊，对不对？林光华也一样他也选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像苗栗民进党从来没有执政过，这个地方很特殊。但最特殊的在哪里？最特殊，其实国民党自己里面也有派系啊。郑永金在国民党里面当议员、当议长当2届，当县长当2届，然后等他卸任以后，他开始跟国民党作对，国民党提名谁，我就去选，要不然就是我儿子去选，不是选县长就是选立委。新竹县以前只有1席立委，现在是因为人口增加变2席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了，他们父子每战必败，唯一赢的就是竹北。竹北是因为国民党分裂啊，林维洲是区域立委，他不是不分区立委，他地方本来就很坚强了，结果选到输，为什么？国民党分裂。